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我们处于一个变革乱世的初期阶段，华盛顿 DC 的官员哭了，叹息岁月静好在一夜消失了；欧洲的官员也哭了，叹息跨越大西洋的纽带在一天中断裂了。有人说，川普如一头冲入瓷器店的公牛，冲击和破坏着一切现有秩序。但从另一角度看，川普革命其实是一个反革命运动，它是在不顾一切地试图逆转近100年在西方世界发生的一个隐形革命。它行为粗暴，因为它时间有限。有人问我，川普会不会成为独裁者？我说，让子弹飞一会儿，先别着急下结论。不过有川普的日子就有故事，过去一周又是大事不断。首先，川普在法庭上最近是赢麻了，但为什么说决定他成败的司法大战还在后面？川普强迫欧洲面对过去80年最艰难的抉择。为什么我对欧洲未来不抱希望？围绕乌克兰的问题，感情和理性在过去数日剧烈碰撞，让我甚至一度怀疑真相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是否真的存在。认真研究和思考后，第二任川普政府的一个有趣运作模式浮现了出来。在进入具体话题前，让我们先一起跃升5000年，从一个更宏观的视角来谈谈我们当代人类的危机。当今世界的主导文明是发源于西方的科技和文化，欧美诸国是这次现代文明的承载者。同时，任何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辉煌的文化会消失，伟大的国度会崩溃，这是历史的必然。剩下的问题就是这个崩溃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当下欧美诸国都处于多重危机之中，意识形态、社会构成、金融经济、党派纷争、地缘政治等等多个层面，都是这个危机在不同层面的展现。今天我们就从最容易量化的公共债务这个层面来讨论现代文明的危机程度。世界民主发展到今天，各国政党都在玩一个游戏，就是借钱、发福利、买选票。结果各国都是债台高筑。历史上几乎所有伟大国度的衰落都是从债台高筑开始的。目前多数国家的债务都高到了大家已经放弃还清债务的奢望。给经济学家留下的问题就一个，导致一个国家出现危机的债务阈值是什么？18世纪苏格兰的弗格森被称为社会学之父，他在1767年出版的《文明社会史论》一书探讨过高债务给一个国家带来的危险，提出了一个弗格森定律，就是任何大国如果偿还债务的支出超过了这个国家的国防支出，那么这个国家就开始失去其大国地位了。弗格森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大量借债来支付战争或其他紧急情况的费用，然后将成本分摊到几代纳税人的身上。这本身没有问题，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是国家安全需要的。但是如果公共债务不断扩张，大到每年用于偿还债务的资金数超过了这一年的国防支出，这个国家就会进入一个奇异点。债务负担会削弱大国的地缘政治控制力，使这个大国更容易遭受其他国家的军事挑战。战争会引发地缘政治突变，引发大国衰退，甚至是崩溃。2024年，美国债务首次在和平年代违反了弗格森定律。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2024年美国年度国防支出为 1.107 万亿美元，而联邦利息支出达到了 1.124 万亿美元。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显示，目前美国国防支出占 GDP 的 2.9%， 而债务净利息支出占美国 GDP 的 3.1%。 按照目前这个趋势，到2049年，美国债务净利息支出将上升到美国 GDP 的 5%。 当美国把越来越多的财政收入用于支付债务利息时，美国国防支出必然会相对越来越少。在当今世界，美国承担着世界警察的角色，也是欧洲和北约各国的保护者。
北约有31个成员国，美国一个国家就承担了北约70%的军费开支，其他30个国家分摊30%的军费。未来美国军费将因为美国债务的不断累积而被迫削减，这就是未来世界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之一。这场川普革命一开始，川普团队就开始全力削减美国财政支出，同时用再明确不过的强硬语气要求欧洲各国以后要更多的承担自己的国防责任。很多人感觉这是川普在耍霸气，但是从弗格森定律的角度上讲，川普的行动和要求其实是一种必然。在这个视角下看川普革命，思路可能会更清晰一些。川普上任1个多月，表面看他是4面出击，但仔细分析，你会看到川普革命的一些章法。川普首选的战场是和他自身领导的美国政府的对抗，其次是他和美国各州各地区的博弈，然后是他对美国传统盟友欧美诸国的敲打，最后他的目标似乎在指向中共。在美国国内，川普革命面对的最大对手是美国的司法体系。对此，过去4年，川普卧薪尝胆，在第2任政府的人选和构架设计中做了充分的准备。我在2月8日的节目中给大家剖析了第2任川普政府在司法领域的精妙布局，并且预测川普团队在初期的法律战中会势如破竹。过去2周，川普团队连赢4场官司，基本验证了我那个节目中的判断。首先，2月12日，马萨诸塞州一个联邦法官针对川普鼓励联邦员工主动辞职的计划作出裁决，判决川普政府的这个计划不违法，可以继续实施。川普的这个计划鼓励所有联邦员工自己选择离职，这个计划保证利用这个计划主动离职的员工可以照常拿工资和福利到9月份。目前已有75000个联邦员工选择了这个自主离职的计划。第2次司法胜利发生在2月14日，一个华盛顿特区的奥巴马选的法官宣布，马斯克搞的政府效率部可以继续访问多个政府部门的内部材料和数据，其中包括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劳工部和卫生部。第3个司法胜利发生在2月20日，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地区法官库帕裁定，川普政府有权大量解雇联邦员工。库帕对提出这个诉讼的工会表示，他们需要向联邦劳工关系局提出诉讼，而不是试图通过他的法庭来阻止川普政府的解雇行为。第4个司法胜利发生在2月21日，一个联邦法官判决川普团队可以继续拆解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的行动。这位法官表示，提出这个诉讼的工会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显示这个拆解过程会对前员工构成重大的危险，而且川普政府也承诺会妥善处理一些前员工的生活细节问题。最后，川普政府新的司法部长邦迪在2月21日宣布，过去司法部全力保护行政法官免遭总统罢免的做法是违反美国宪法的，因此他以后不会再在法庭上为那些被总统免职的行政法官提供官方辩护。这里提到的行政法官是指那些负责审理和裁决行政案件的法官，他们在美国的行政机构中工作，而不是那些在联邦法院或州法院工作的法官。例如，审理移民案件的移民法官就属于这类行政法官。另外，还有社会保证行政法官、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的法官等等，都属于这种行政法官。其实有些行政法官的角色本身就有法律争议。去年，美国最高法院就裁定过，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使用内部行政法官来决定执法行动是违宪的。司法部这个决定就是让川普能放手解雇那些不符合他改革思路的法官。据说最近有大量移民法官被解雇，就是川普在移民策略方面做出重大调整的一个表现。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目前这一系列司法胜利都是针对川普政府内部问题的。从这些胜利可以预见，在针对联邦旧政府这个战场，
川普革命的阻力会逐渐减少。虽然川普政府仍然还会面临很多司法挑战。与此同时，川普要变革美国，他和各地政府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和左派主导地区的冲突，不可避免。在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没有隶属关系，他们都是民选的政府，因此他们都主要对当地的民众负责。联邦政府能够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手段主要有2个，一个是司法，另一个是资金，包括联邦政府对各地项目是否提供资金等。川普上任才1个月，这2个手段川普都用上。在诉讼方面，川普司法部就庇护法和移民政策对芝加哥市和纽约州提出起诉。在资金方面，川普政府直接从纽约市政府的银行账上拿走了此前联邦政府拨给纽约市的8000万美元。纽约市过去几年在非法移民问题上花了70亿美元，而这笔8000万美元资金是拜登政府从联邦层面给纽约市的资金补助。纽约市当然不干了。2月21日，纽约市一纸诉状把川普政府告上公堂，一场川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法律战自此开打。在川普和地方政府之间类似的资金和司法博弈，未来一定会愈演愈烈。2月21日，川普在白宫和各州州长开了个会。前些日子，川普刚刚签署了一个禁止出生时是男性的运动员以变性人的身份参加女子体育运动这样的一个行政令。在川普行政令发布后，缅因州公开宣布他们会更尊重他们本州有关法律，而把这个联邦行政令当作空气看。在这个会上，川普特意点名缅因州，并警告缅因州州长说，你们最好尊重这个联邦行政令，不然缅因州将得不到联邦的资助。在座的缅因州女州长米尔斯直接怼川普说，先生，我们法庭上见。川普也不客气，回了一句，好，法庭见，这对我们将是一个相当轻松的案子。虽然川普这么说，但最终司法结果只有在法庭交锋后才知道。目前纽约市的案子以及未来缅因州的案子都是针对联邦资金的诉讼。如果川普政府在这些案子上失败，那对川普革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那就相当于打残了川普政府能影响地方的2个手中的1个，有可能把川普革命的影响局限在联邦层面。我们在以后的节目中会持续和大家分享川普革命中的这场司法战。我在上期节目中提到，川普似乎对欧洲已经失去信心。在过去1周，围绕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讲话，围绕乌克兰战争的问题，欧洲对未来如何定位和美国的关系是彻底蒙圈了。万斯在他的演讲中，从意识形态和共同价值下手，狠批欧洲的领导人和国家政策，造成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在2月16日的闭幕会议上发言时现场流泪。他说他在为美欧关系的裂痕而担忧，现场被众多人拥抱安慰。在网上也掀起了一股对万斯和川普政府的口诛笔伐。让欧洲更惊恐的是，川普竟然决定在2月18日直接派他的国务卿卢比奥到沙特和俄罗斯外长就乌克兰停火进行初次接触，这让乌克兰和欧洲各国既愤怒又恐慌。各种有关川普对俄罗斯妥协条款的传言在网上流传。法国总统马克龙2月17日在巴黎召开紧急峰会，欧洲和英国的主要领导人围在一张圆桌上紧急讨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继续支持乌克兰，但最终没有形成任何实质的行动计划。随后川普又开启了他面对媒体随意发言的模式。旧媒体报道了他针对乌克兰和泽连斯基的一系列说法，让很多关心世界正义的人彻底崩溃。在互联网上，川普再次成为世界公敌。在世界网民在社交平台上肆意发泄对川普和美国的怒火时，严肃的经济学家却在问这样一个问题：没有美国，欧洲有没有能力保护自己？
沃尔夫是一个欧洲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在2月21日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来回答这个问题。根据他的计算，欧洲要实现国防自给自足，需要增加招募30万新兵，新组建50个旅，购买1400辆新坦克、2000辆步兵战车和700门火炮。这些装备比目前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陆军的总和还要多。这意味着在未来5年，欧洲每年必须额外支出2500亿欧元，这相当于他们要把当下国防总开支增加1倍，达到各国 GDP 的 3.5% 到 4%。根据目前欧洲的经济和债务情况，这几乎是一连串不可能实现的数字。在很多人的思想中，感觉美国和欧盟的经济体量差不多，但是那已经是老黄历了。的确，在2010年时，欧盟的 GDP 还略高于美国，但从2015年起，美国的 GDP 开始超过欧盟，那时英国还没有脱离欧盟。随后，美国和欧盟之间的 GDP 的差距越来越大，到2023年，整个欧盟的 GDP 就只有美国 GDP 的2/3了。但是欧盟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当前低迷的经济，而是欧洲对任何社会和经济问题都摆出一副无解的态度。为了避免我们的讨论太空泛，我们可以把讨论聚焦到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就在10年前，德国还是世界的楷模，它的经济不仅经受了中国崛起的考验，反而蓬勃发展。在全球各国债台高筑的背景下，德国的平衡财政显得格外耀眼。短短10年后，如今的德国已从典范变成了弃儿，经济模式崩溃，自信心被击得粉碎，政治格局也支离破碎。德国经济已经连续2年萎缩，制造业产出下降约10%，企业面临成本上升和出口下降的双重压力，每月都有数以千计的工作岗位被裁掉，这对德国人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有人把德国经济的衰退归结到乌克兰战争上，但是核心的原因其实是德国精英阶层的脑子出了问题。就拿德国目前的能源危机来说，乌克兰战争只是表面原因，深层原因是德国的精英阶层自己造成的。德国是倡导绿色革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世界先驱。25年前，德国就首先颁布了一部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法，说在2045年之前就要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25年后，结果如何呢？目前德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高于全球和欧盟的平均水平，只略低于中国。与此同时，2024年上半年，德国家庭支付的电价是全欧盟最高的。造成这个现状的一个原因是，德国在2011年后决定加速淘汰核能，更多依赖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川普在第一任时曾特意就此警告过德国，德国政客对川普警告的回应是什么？当场集体嘲笑川普。结果等到2022年俄罗斯发动乌克兰战争后，德国这才慌了，被迫重启此前已经闲置的烧煤的电厂。就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最后3座核电站还是在2023年4月关闭了。而当时德国的能源危机已经在拖垮德国的经济了。我们再来探讨德国的移民政策问题。2015年，当时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对数十万滞留在希腊和匈牙利之间的中东、中亚和非洲难民敞开大门，全面接纳，成为2战后德国最大规模的一次移民潮。当时许多德国人还纷纷涌向火车站，热情欢迎这些难民的到来。有专家说，默克尔也不是有意招揽这些难民，只是他和当时的德国政客中没有一个有勇气提出关闭德国边境的，因为关闭边境可能会在法庭上受到挑战，而且边境警察可能不得不使用武力来保护边境。德国政客感觉那样的画面会让他们很没面子。当时德国政客的结论是根本不可能阻挡难民的涌入，因此干脆选择不作为。大量难民的快速涌入让德国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移民的就业率远低于德国人，犯罪率远高于德国人，
而且仅仅在德国联邦政府这个层面，每年花在难民福利上的钱就高达315亿美元，超过德国国防预算的一半。美国出钱给德国提供军事保护，而德国却把这些钱花在养难民上，这是个让川普一提起来就怒火直冲脑门的话题。所以我推测川普迟早会把驻守德国的美军撤走。此外，德国精英阶层在过去20年选择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的发展战略，大量投资中国，扩展中国的生产能力和规模。德国的汽车巨头更是把中国作为他们未来发展的主要市场。为配合这个经济战略，德国政府在过去10多年为不激怒中共而不惜在多个场合和美国唱反调。结果是德国各种产业，特别是汽车产业，目前都在吞咽他们一手扶植起来的强大的中国制造的后果。有趣的是，从德国大选前的民调看，大多数德国人并不认为德国当前的问题是他们的社会精英既没脑子也没胆识造成。很多德国人在固化的思维方式下，认为德国的诸多问题都是无解的，他们习惯把更多的愤怒投射到德国以外。很多德国人对川普极度轻蔑，德国人对川普的支持率常年保持在15%以下。德国人的这种固化的思维方式在整个欧洲，特别是西欧各国非常普遍。当欧洲各国深陷经济和社会困境，但大多数人却没有勇气做出艰难的抉择，同时他们还极度蔑视敢于冲击现有秩序的人或事。你告诉我，欧洲未来的出路在哪里？最后，我们来探讨目前让很多人非常上头的乌克兰问题。我发现就这个问题，我在网上线下接触到的每个人都是立场坚定，一聊起来很容易就情绪激动。这些年一直看我节目的朋友，很多都是喜欢思考、真心寻求真相的，所以这让我敢和大家深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里根总统是美国现代保守派的教父级人物，他在1984年参加他的第2任总统选举时，赢得了美国50个州中的49个州，最后以525票对13票的惊人优势当选，成为美国总统选举史上最悬殊的一次胜利。历史学家甚至认为，里根的副总统老布什能随后在1988年当选总统，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人对里根爱戴的延续。那里根为什么能够赢得如此广泛的爱戴呢？有人称里根是一个伟大的交流者。里根在第1任中，除了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实质的复苏，他还通过他幽默和温和的谈话和演讲风格，向美国和世界清楚展现了他的经济思路以及强硬反共的外交政策，重塑了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在冷战中的信心。在坚定和强硬方面，川普和里根是一个数量级的，但在传递关键信息方面，我个人感觉川普没有达到像里根那样成为一个伟大的交流者的状态。结果是川普一方面非常清楚，众多媒体采访他主要目的就是找他出丑或说错话的机会，好大肆去报道。但另一方面，川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一不小心就会进入那种放飞自我的状态。不过和川普第1任不同的是，在他第2任中出现了万斯和卢比奥这样的对川普忠诚的却又是优秀的交流者。通过他们，我才有机会理解媒体报道出来的川普的一些状态和言论。举个例子，前2天川普在被采访时突然冒出一句话，说泽连斯基在乌克兰国内的支持率只有可怜的4%。川普此言一出，第2天美国旧媒体就像商量好了一样的集体炮轰川普撒谎。CNN、ABC、CBS 等各大媒体异口同声说，泽连斯基在乌克兰的支持率高达57%。要知道，美国媒体连川普的支持率都无法达成一致，但在泽连斯基的支持率上，却为何能如此口径一致呢？有网友查了一下，发现这个旧媒体引用的57%这个数据，都来自一个叫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的机构。这个机构在川普讲话的第2天发布了这个民调结果，而这个机构的网页上列出的资助机构中，包括正在被川普关闭的美国国际发展署。但是网友也确实
找不到川普说的4%支持率的出处。网友找出的一个最接近的数据，来自另一家在乌克兰进行民意调查的叫 Sources 的公司。这个公司负责今年乌克兰所有重大选举的民调。在2024年12月公布了一个乌克兰对总统候选人支持度的民调，在那个民调上，泽连斯基获得了17%的支持率，在11个潜在的总统候选人中排名第2。这个民调结果和2024年有关乌克兰总统选举的多次民调基本一致。泽连斯基历次模拟的总统大选中始终排第2，排第1的一直是被泽连斯基在2024年2月解雇的前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罗日纳上将。据说泽连斯基解除扎罗日纳兵权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扎罗日纳在2023年底专门写了一篇分析文章，说乌克兰战争已经进入僵持状态。因为他的分析和我当时对乌克兰战争前景的猜测高度吻合，我还就他的文章专门做过一期节目。显然泽连斯基不喜欢他这个分析结果。不过从川普对泽连斯基的评论，大家可以清楚感觉到川普最近对泽连斯基有情绪。不过川普本人懒得给人解释他对泽连斯基为什么有意见。好在后来我有机会看到卢比奥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就这个问题做了充分的说明，我这才明白原来川普是感觉泽连斯基在和美国有关战争贷款的谈判中出尔反尔。卢比奥说，美国提出用美国和乌克兰未来联合开发乌克兰矿产的办法来作为美国对乌克兰上千亿美元战争贷款的抵押。泽连斯基首先是表示支持，随后又说他没法做主，需要乌克兰国会批准，但转过脸他又对各路媒体说他坚决不同意这样的条款。后来事情发展证明卢比奥所言属实。21日泽连斯基在 X 平台发推文表示，乌克兰和美国团队正在起草两国政府间的这个协议草案，这项协议可以为两国构建一个共同的价值。目前双方正在处理一些确保协议真正发挥作用的细节。而与此同时，在过去几天，社交平台和多个媒体上都流传着多个不同版本的所谓川普向俄罗斯出卖乌克兰的条款的传闻。很多人以此为依据对川普破口大骂，骂他跪舔普京，出卖可怜的乌克兰。那些传闻把我也一时搞得一头雾水。好在后来我看到了万斯在 X 平台上亲自发布的回应，耐心和详细的解释了为什么这些都是谣言，还有川普的真实态度，以及美国目前和俄罗斯单独会面的真实目的等等。这些经历让我再次真切地意识到，在当今这个人人都急于发表观点的时代，要真正了解事实真相，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去看关键人物的讲话，那远比从网上读别人过滤过的信息更可信。这正是我最近新开杰森新闻快递频道的初衷。为了方便大家，我们通过同声口译的方式，把一些重要人物的讲话或专访在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目前频道有很多方面还在磨合和提高的过程，大家很多反馈对我们的帮助都非常大。另外，在这个节目结束后，紧接着就会在那个频道播出今天川普在美国保守派大会上发言的同声口译，希望大家前往观看，链接就在描述栏里面。好，今天杰森视角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也希望大家到杰森新闻快递去观看下一个节目。